教官为中进行准备移动。各位棒球迷，早安、午安、晚安，我是阿都凯。最近我去动了一个鼻子方面的手术，所以在录音期间有一些鼻音较重的部分，还请大家多包涵。先说，绝对不是去动隆鼻手术。那我今天来跟大家聊聊的球员是2021年中华职棒明星票选的 Closer 第1名李正昌。这位走过与陈伟霆相反道路的球员，究竟是走过怎么样的棒球路，才能够在中华职棒的战场中发光发热的呢？那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李正昌，假设你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千万不要认为他是韩国人，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台湾人。李正昌出生于1986年10月21日的澎湖县，身高180公分，体重86公斤，绰号包含小李飞刀、泡面组组长、古巴杀手或是昌哥。国小和国中，李正昌都在家乡的澎湖中打球。不过，李正昌当时加入棒球队属于玩票性质，并没有实际参加过全国大赛或是大型的地区比赛。一直到国中毕业之后，在一个因缘机会下，被同学建议渡过台湾海峡，参加屏中的测试。屏中的林总教练非常喜欢他的投球姿势，而录取他。进到屏中，因为一次在练习的时候用侧投传球，总教练看到后建议他从高压式投球改为侧投，结果一试成主顾。改为侧投后，开始投出自己的名气，见证到何为真正的棒球。才第2年的李正昌，就代表台湾参加 U18 前身 IBA 世界青棒锦标赛。这场战役也让昌哥的名声大噪，克里夫兰印第安人队开价$10万的签约金。不过李正昌认为他的经验不足，便婉拒了印第安人队的邀约，并考取了现为北师大的台北体育学院的棒球队。在大学时期，李正昌为了增加球速，将投球姿势修改成为3/4侧投。结果随之而来的是肩膀的剧烈反抗，让李正昌忘记了自己原本是怎么投球的。不过幸运的是，北体的教练并没有放弃他，在异地训练的时候，让他和职棒的前辈一起训练，外加上李正昌秉持着冒野无狼的投球理念，最终找到最适合他的投球姿势，而走出投球失忆症的阴霾。在感动的洲际杯、杜哈亚运、奥运8强3上都能够看到正昌的身影。其中在北京奥运面对古巴队，昌哥投了6.2局，送出7-4-3阵，被打出3支安打，仅失1分。佩斯塔诺，这球其实控得相当有水准。看叶金这样不敢投那脚了，要两边跑。哇哟，危险，连自己都吓一跳。你看，对，虽然是3阵，但是我们不会麻木的说。大学毕业后，印第安人队不死心的再度找上李正昌，并且开价更高的$40.5万的签约金，正式将台湾最速侧投李正昌纳入球队战力当中。在飞到美国之前，小李飞刀入选了09年的经典赛。不过当时经验不足的李正昌在经典赛上被韩国队轰炸，0.1局保送了韩国队的4位打者，而且韩国队的打者还落井下石，一棒把昌哥打下场。哇，这球被拉起来，打成了一个右半边的飞球，这个飞球已经是留不住了 ，Grand Slam。不过经典赛的表现不影响克里夫兰对李正昌的期待。在飞到美国之后，李正昌直接从高阶业开始出发，并且被克里夫兰印第安人队以中继投手的身份培养。出赛45场，投了83.1局，拿下6个中继点，送出高达97次的3振。2010年开季时，正式获得印第安人队的小联盟合约，并且向上提升一个阶级。在2A 里面，李正昌技惊四座，封锁2A 联盟中的各队强打者。连续16场的出赛都没有被攻破城门零折失，7月单月更是出赛9场，投了13.2局，失掉1分，其中包含0分的责失分。2011年开季的时候被评比为亚洲有潜力的第3大新秀，虽然在开季的时候没有成功升阶，但是在2A 投球39.2局里面被打出27支安打，被打击率仅仅只有1成96%，而且让打者通通成为超大型电风扇，送出56次的3振与11次的保送。K9 值与 B9 值分别是12.7与2.5，缴出2.50的防御率。因为投出鬼神般的成绩，在6月的时候收到了升上3A 的邀请。正常来说，当挑战难度变高的时候，成绩也会受到影响下滑。
不过在李正昌的方面却呈现反向变化，在3A 投球31.2局里面，虽然 WHIP 值拉升至 1.2， 不过防御率却下滑至 2.27。2012年球季，印第安人队邀请了李正昌参加春训，也有准备要将昌哥升上大联盟的计划，但李正昌却在季中的时候被放入伤兵名单当中。经过检查后，发现是韧带严重受伤，需要接受 TJ 手术。2013年，李正昌因为开刀球速下滑，但成绩却没有因此特别惨。5月痊愈回到球队后，马上在6月就回到了熟悉的3A 联盟。在3A 联盟中，李正昌持续担任电风扇制造商，高达 11.4 的 K9 值。在7月12的时候，印第安人队履行去年的计划，将李正昌升上了大联盟。李正昌在大联盟面对的第一个人次打到了 Salvador Perez， 创造了1-2垒有人的局面。不过解决掉了皇家队重炮之一 Mike Moustakas。 Of Taiwan makes his major league debut. Cleveland Indians. Moustakas sends one high in the air to right field. Drew Stubbs over. Michael Bourne is there. Bourne will take it. 李正昌在大联盟初登板上演了1又1/3局无失分的精彩表现。令人有趣的是，昌哥的投球姿势在大联盟中或许是少见的，解决了4个人次，通通都是以飞球出局，甚至在第6局所面对到的2位打者，还利用了短棒来跟李正昌对决。完成初登板不到10天之后，李正昌被放回3A， 到了9月又被叫回来，并且待到球季结束。整季在大联盟出赛8场，投了4.1局，失掉3分。虽然有让大联盟打者成为电风扇的能力，但同时也存在着控球方面的问题，一共送出4次三振与3次保送。2014年，虽然印第安人队与李正昌续约，但却是一张正式的大联盟合约，而且也参加了大联盟春训的邀请。同时，这季也是李正昌在大联盟出赛最多的一年。这季在大联盟一共出赛37场，投了28局，仍有相当可观的 2.17 的三振保送比。在这年的9月6号面对白袜的比赛中，李正昌在10局上半的时候被换上场，虽然一度上演李正昌小剧场，但是最后化解了满垒危机无失分。10局下，队友更是一棒敲出再见安打，让李正昌拿下了大联盟生涯的首胜。不过这季的被打击率就稍微拉高至2.75%，甚至防御率与 WHIP 值也是有些悲情的4.5与1.5。2015年，印第安人队并没有爱上昌哥，而是把他放到3A 中慢慢热机。昌哥的表现也相当不赖，58.1局的投球里面，虽然防御率是微微偏高的 3.39， 但是 WHIP 值仅仅只有 1.183。K9 值正是完美的 10.0， 虽然对于某些特定的人士来说，他们比较不看重中继投手的 K9 值，但是在人才济济的3A 联盟中，缴出双位数的 K9 值也是相当不容易。这年李正昌在大联盟当中仅仅只有2次的登板机会，共计 1.2 局的投球中被打出4支安打，失掉1分，留下 5.40 的防御率。2015年赛季结束后，李正昌被放进了让渡名单当中。因为昌哥想要回到亚洲职棒的舞台，外加上西武师有意网罗昌哥，李正昌也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由美职转战日职的选手。次はCCに投手行きましょう。大家好，我是李正昌，然后我的特色是侧投，然后我帮助球队赢球。不过突然间的从美式球风转成日式球风，让李正昌非常不习惯。前面几个月都能够顺利解决打者，但是到后期开始被频频修正投球动作。外加上球种过少，遭到锁定。在5月监督大力谴责后，将正昌降格到2军，最终在日职留下 16.2 局，被打出25支安打，防御率 6.48 的成绩单。球季结束之后，李正昌与洛基队签下一支小联盟的合约，并且邀请他参加大联盟的春训。不过在小联盟中，李正昌和体能教练相处的不来，让昌哥的心情大受影响，同时多次被放入7天伤兵名单当中。防御率也随之直直飙升至 5.54。在季末成为小联盟的自由球员之后，原本想要回到台湾，但是在亲友的建议之下，决定再拼一次。和道奇队签约之后，同时参加道奇队的春训。道奇时期是昌哥在异国漂泊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不过季中决定与道奇队结束宾主关系，回到台湾征战中华职棒的沙场。2018年的中华职棒选秀会上，
李正昌成为选秀会最大咖的成员，拥有状元签的富邦多次放话锁定李正昌，但是李正昌却是被第3顺位的中信兄弟选走，以3年半复数年合约让李正昌披上了34号的黄金圣衣。说到正昌选定34号作为背号的原因，是因为横田久则教练曾经穿过这件球衣。另外一件很巧的事情是，李正昌在印第安人队的背号是20号，在西武士的背号是54号，而54减20刚好也等于34。进到中华职棒之后，李正昌在一场面对拉米狗的比赛中完成了初登板，投球节奏干净利落，只用了8颗球就取得了3出局，甚至解决掉了小联盟时期的捕手搭档陈俊秀。很快的，李正昌顶替了陈柏豪担当新任 closer。随着李正昌的加入，兄弟在下半季的龙头之争也更有竞争力。不过最终因为石总回国而在下半季掉到第3名。李正昌在中华职棒的第1年就缴出让全台湾人惊艳的超狂表现，出赛26场拿下13次的救援成功与1次的救援失败。时间快转到2019年，李正昌在开季的时候有些小小不稳，在第3场出赛更是被林一拳的强袭球击中手指。那场比赛在0.1局当中失掉2分的责失，经过10天左右的休息后回归战场。不过多练球种让投球姿势跑掉的关系，李正昌在6月以前的表现非常陡。其中在一场面对拉米狗的比赛中，投了2/3局被打爆失掉2分。在6月的时候还因为肩伤导致上半季提前报销，下半季因为找到了让肩膀比较舒服的投法，同时因为他的投球节奏干净利落，用不到3分钟的时间就能够解决掉1局，也让昌哥被冠上了泡面计时器的称号，甚至在下半季几乎没有任何救援失败，仅只有失掉2分，防御率直接下修到 1.26， 也帮助中信兄弟拿下下半季冠军。时间快转到2020年，李正昌在这年的救援成功率为 82.14%， 在7月的时候状况有些小小不稳，尽管单月的被打击率仅只有1/61，但是分别被统一狮的陈崇廷与乐天桃园的陈俊秀攻破。出赛9场有2场比赛吞下败投，李正昌整季留下 3.86 的防御率与 0.97 的 WHIP 值，拿下1胜4败，23次的救援成功与5次的救援失败，23次的救援成功与陈宇文并列联盟的第1名。但是因为防御率比较高的关系而错过了救援王。尽管如此，李正昌仍然拥有相当可观的 13.7 的 K9 值。时间快转到2021年，虽然李正昌的投球节奏干净利落，但是泡面总是会有泡到糊掉的时候。在一场面对乐天桃园的比赛中，被暴力员打线教训，单局被打出6支安打，狂失5分，同时吞下救援失败和败投。隔天面对龙队的比赛中，0.2局送出3次的保送，最终失掉3分的责失分。不过随着疫情复赛之后，李正昌也找回了小李飞刀的霸气与自信，连续拿下6次救援成功，甚至在11月一场面对富邦悍将比赛中被换上场投球，平手满垒无人出局的局面，却能一个个抓掉对手，避免掉中信兄弟被打出再见比赛的命运。现在的小李飞刀也成为中信兄弟不可缺少艺人，多次帮助中信兄弟守住关键的比赛。在李正昌不在兄弟牛棚期间，兄弟也多次无法守住比赛胜利。这位小李飞刀现在也已经是职业运动员生涯晚期的35岁，但是他未来还会为他的职业生涯带来哪些新一波的高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故事。好啦，以上就是我对于小李飞刀李正昌的介绍。大家对于李正昌有什么样的想法，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我是阿杜凯，我们下次见，拜拜。不过在精英齐聚一堂的大联盟当中，象魔力仍送出了5次的3振。2016年的最后，象魔力也在3A 当中度过。经过大联盟的洗礼之后，象魔力的棒球路也不再像以往顺遂。